今天咱们聊聊《易经》啊，易经。对，一说起这个，估计不少人马上就感觉，哎呀，有点头大。确实是什么古文呐、卦象呐、阴阳五行。可不是吗？听起来就特别玄乎，像本天书一样，让人有点儿望而生畏。这种感觉挺普遍的。不过啊，有意思的是，咱们手头这份材料，就是那个《易经》正式的通俗解读版，它里面传递的一个信息，我觉得挺关键的。哦，是什么？他就说啊，《易经》可能没咱们想的那么神秘，没那么吓人。与其说是天书呢，这份解读觉得它其实更像，一本老祖宗留下来的人生使用说明书。人生使用说明书。哎，这个比喻有点意思。对，就是讲怎么观察、理解，然后顺应这个规律去生活的智慧。不过任何说明书，你要是一上来就啃那些复杂的条款，也容易蒙圈，不是？那是肯定的。所以这份解读就特别强调说，要读懂易经啊，关键可能不在于你一上来就硬看原文，对，而是要先搞清楚怎么用这本说明书，对吧？完全正确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咱们这次探讨啊，主要任务就是根据这份解读材料，给大家捋一捋。捋一捋学之前要做哪些准备？哎，对，就是有那些关键的准备工作，或者说是心态上的调整是必须的。目的就是帮大家把那个高高的门槛先稍微踩平一点。行，让大家能更顺畅地走进易经的世界。是的。好，那咱们从哪儿开始呢？这份解读认为，要理解易经，第一个容易被咱们忽略的关键点是什么？是图像，就是那个像。图像。对，很多人啊，潜意识里就觉得易经就是文字，就是念那些卦辞爻辞。但这份解读它追根溯源，提醒咱们，易经最早的形式，你想想，传说中伏羲画八卦。哦，是画出来的。哎，它更接近于画出来的，而不是写出来的。那个图和文呢，在圆筒那是分不开的。就像那个乾卦3条杠那个3横，那本身就像天空。对。然后坤卦6条断开的线，就像大地展开的样子。这解读说，这些符号本身就带着最直接的意思。正是如此，这些基本的卦象符号就是理解的基础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太极图，虽然形式上是后来的学者根据易经道理总结出来的，提炼的。对，提炼的，但它核心的那个阴阳对立统一啊，互相转化这些理念，都是直接从易经思想来的。它用一个特别直观的图，就把宇宙里一个最根本的规律给画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不能光念字儿，比如干为天，坤为地。解读里打了个比方，挺有意思。说学易经就像学开车，你得先认识方向盘、油门、刹车这些基本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而不是一上来就研究交通法规理论。对。那认识八卦图、太极图这些，就是认识易经的方向盘。哎，这个比喻好。解读里还用了对卦期举例。对卦。对，就是那个沼泽的泽。光说对为泽，你可能没啥感觉，但你看到那个符号，上面是开口的，下面2根是连着的，就联想到那个沼泽地表面软软的，能聚水容纳水那个样子，就更容易理解它引申出来的喜悦、沟通、交流的意思。你想啊，水流汇聚，万物得了滋养，人和人交流顺畅了，心里自然高兴嘛。明白了。所以这第一个心态准备，这就是要重视象，就是图像和符号。对，它们不是文字的点缀品，而是理解易经的另一半。对，得先熟悉这些视觉语言。是的，这样才能抓住文字背后的深意。要不然呢，解读里用了个词儿叫盲人摸象。盲人摸象抓不住重点，就容易抓不住核心了。好，那抓住了象这个基础，接下来这份解读要纠正的，恐怕是关于易经最普遍的一个误解了吧？估计是。就是好多人一接触它，就想拿来算命。没错没错，这几乎是易经被打上的第一个标签。但这份解读就明确说了，你要是光把它当算命的工具，那就把它看窄了，也偏离了当初圣人作易的本意。那圣人作易的本意是啥呢？解读引用古话说啊，首要目的是明天道以利己，利人道以治教。明天道以利己，利人道以治教。这个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，能帮咱们通俗点说说吗？当然能。
简单说，明天道就是帮人弄明白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。比如四季更替啊，太阳月亮怎么走啊，生老病死啊，这些就是天道。自然规律。那立人道以制教呢？就是根据对这些自然规律的理解，来定咱们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、道德准则，这就是人道。然后拿这个来教导大家。所以它是古人观察天地、反思人生之后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智慧和行为指南。说得好，本质上就是这个。比如说咱们常听的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对，这就是说看到天那么刚健有力，不停运转，这是天道。人呢，就给学着点儿，努力上进，不停进步，这就是人道。完全正确。还有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大地承载万物，好的坏的都接着，天道。所以人也该有这种胸怀，心胸宽广点儿，能包容，人道。是的，都是从自然现象里提炼出的做人做事的道理。这就引出了解读里另外一个重点，叫内修性命。这个听起来也挺关键的，它不是说光追求长寿吧？对，解读里解释了，这里的性命更多指的是内在的那个心性，还有生命状态。心性、生命状态。对，比如牵卦，整个卦都在说谦虚的好处，说你谦虚啊，地位高也能受人尊重，地位低也不会被人看不起。这就是教咱们修心性，调整心态，保持谦和。那修生命状态呢？举个例子，比如解读提到复卦，他说反复其道，7日来复，意思就是事物发展啊，经常会有反复。起起伏伏。对，遇到挫折困难很正常，别一下子就觉得没希望了，调整调整，还会有新的机会来。这就是调整咱们的生命状态，教咱们怎么面对困境，保持韧劲和希望。所以学易经的出发点，这个心态特别关键。没错。要是一开始就光想着色弄预测吉凶，那很可能就错过了它里面这些关于认识规律、修养心性、调整状态的宝贝智慧了。的确是，你抱着什么目的去学，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能从里面得到什么。好了，那明确了目的不是算命，是修身养性、认识规律，接下来就得面对易经原文里的一些字眼了，比如神、鬼这些。这个确实容易让人误解。像阴阳不测之谓神，还有知鬼神之情状，这些词儿一听就容易往迷信上想。这份解读怎么看？这个问题啊，解读里解释的特别清楚。他认为易经里的神不是咱们通常想的那种人格化的神仙。那是什么？它更多指的是宇宙、生命、事物变化里头那种特别精微、奥妙，你很难完全预测和把握的特性。能举个例子吗？听着还是有点悬。比如解读说春天草木自己就长起来了，秋天叶子自己就落了，这背后有规律，对吧？但生命这个萌发、凋谢本身就充满了某种说不清楚的奥妙，这种微妙难测的自然力量就是一种神。包括咱们人的情绪喜怒哀乐，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懂怎么回事。这种内在的不太能完全控制的心理活动，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神性的体现，是内在规律在起作用，不是外面有鬼神在捣乱。那鬼呢？解读认为，鬼常常指事物的隐秘的一面、潜在的一面，或者是回归隐藏的状态。就像白天有光亮，这是显；晚上就有阴影，这是隐。这个隐就可以理解成鬼的一种象征。一个人看着挺开朗，心里可能藏着事儿呢。这个藏着的事儿，就是他不轻易让人知道的鬼的一面。所以知鬼神之情状，不是说让你去通鬼神，那是让你明白所有事物都有显露和隐藏，能知道和难预测的两面，看问题要全面。那人神因果这个说法呢？这个听起来也容易让人想歪。解读把它拉回到了一个特别理性的层面，他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是人要敬畏规律，你做了什么，因就必然会得到相应的结果，果。这里的神就是指规律本身。对，就是那个客观存在的规律。你顺着规律来，比如按时作息，好好工作，这是因；
就容易身体好，有收获，这是果。那要是反着来呢？要是违背规律，比如胡吃海塞、投机取巧，这是因，那就可能生病、失败，这是果。这是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，强调的是行为和后果的对应，跟求神拜佛那种迷信完全两码事。这个解释太重要了，学的时候得放下对神鬼字面意思的那个恐惧或者误解，对，去理解他们在易经这个语境里代表的是规律和隐现这些更深的含义。是的，心态得摆正，才能理解到位。接下来啊，书里经常出现的吉、凶、悔、吝这4个字儿，比如亢龙有悔，好多人一看凶或者悔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是不是完蛋了，是定数。这份解读怎么看这些判断？这个解读也强调了啊，这4个字啊，它更像是状态指示灯儿，或者说是调整信号。状态指示灯儿。对，它不是最终判决书。吉的意思是你现在做法可能比较符合规律，状态挺好，继续保持，可能有好结果。那凶呢？凶就是提醒你，你这做法可能不对路了，违背规律了，有风险，得小心，得调整，不然可能结果不好。那悔和吝呢？悔是说你已经意识到之前做的不对了，开始反思，后悔了，这其实是个好信号啊，说明你还有机会调整，是个转机。吝呢？吝呢就是小问题、小麻烦出来了，事情不太顺，但还没到凶那么严重。他在提醒你，该停下来看看了，可能有潜在的问题或者是不合适的地方。解读里是不是有个例子，关于工作太拼那个？对，比如说工作太拼命，刚开始可能就觉得有点累，但还能扛，这可能就是吝的阶段。后来身体明显不舒服了，开始后悔没早点注意休息，这就是悔。然后呢？要是这事儿还不调整，还硬扛，最后可能就大病一场，那就是凶了。反过来，你要是在吝或者悔的时候及时调整，就能避免凶，甚至变好，变成吉。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这个行为状态是不是有啥问题？哪儿需要改？正是如此。至于民间老说的那个穷达受邀有定数啊，解读也给解释了。他怎么说？是宿命论吗？他说这不是宿命论，而是指规律本身带着必然性。比如人都会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规律，是定数。这个没办法。但是你怎么老去？是健康康康的老，还是病病歪歪地老？这很大程度上就看你平时遵不遵守养生之道了，这个是可以把握的。解读还举了个特现实的例子，努力不一定能让你大富大贵，但是你不努力肯定不行，这也是规律。有道理。你努力了，符合了做事的基本要求，不一定保证结果就是吉，但起码你避免了不努力这个凶的因头嘛。明白了。所以吉凶悔吝是用来指导咱们当下行动的，不是被动预测未来的。就像解读里用那个屯卦举例，屯如前如，乘马班如。意思是刚开始做事的时候困难多，进展慢，这就是吝的信号，提醒你别急，先稳住，打基础。对，听这个信号，耐心点，后面才可能转吉。要是不听，硬冲，那很可能就掉凶的坑里了。好，理解了这一点，就能更积极主动地用易经的智慧了。对头。好了，咱们理解了图像、目的、核心概念，那具体学的时候怎么入手呢？好多人要么就一头扎进文字里抠字眼讲道理，就是义理；要么就沉迷研究数字、卦象变化，就是象数。这份解读对学习方法有啥建议？解读明确说了，学易经啊，得文、艺、术、象这4样东西都通了才行，不能偏向哪一边。文、艺、术、象。对，具体说就是文，就是易经的文字部分，卦辞、爻辞；艺，就是文字背后的道理、意思、哲学思想；术，指阴阳爻的变化，数字，比如9代表阳爻，6代表阴爻，卦的方位、五行什么的，跟数字规律有关的这些。象，就是咱们开头说的卦象符号本身，还有它代表的事物或状态，比如乾是天，坤是地，坎是水，危险。这4样得结合起来看。解读里有例子吗？有，比如解读用干卦，它的文是卦辞，元亨利贞。易呢，就是说事物发展需要有创始、
亨通、祥和、守正这4种品德或原则。数呢，它是3个阳爻，阳爻用9表示，初九、92，体现刚健积极。象呢，符号本身代表天，象征刚健向上创造。这4个方面互相印证，才算完整理解了干卦。哦，那再来个例子。再比如坎卦。坎卦，水的那个。对，象是上下阴爻中间夹个阳爻，外面软，里面硬，代表水，也代表危险。文辞里说喜坎有富，为心亨，行有上，意思是重重危险里要守信，心里要通达，行动才能有好结果。义就是教咱们在困境里要有信念，要灵活，但守原则。术的方面，阴爻6代表柔，阳爻9代表刚。坎卦是阴中有阳，体现柔中带刚，像水一样，看着软，但能滴水穿石。必须把这几方面合起来看。所以光谈道理不看象数，或者光玩象数不研究道理都不行。对，解读说这样容易钻牛角尖儿，得不到全貌。要整体学。整体学才能抓住精髓。说到象数，就自然会想到占筮。对，算卦就是用那个施草或者铜钱来算卦。这个行为在好多人看来，几乎就等于迷信了。这份解读对此有不同看法吗？解读认为得区分开看，要区分古代占筮它本来的意思和后来可能出现的迷信化倾向。从本来的意思看，古代那个占筮与其说是算命，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心理疏导或者辅助决策的工具。心理疏导、辅助决策，这怎么理解？你想当一个人心里拿不定主意，脑子乱糟糟的时候，通过一套比较复杂的占筮仪式，比如用施草算半天，能帮他先静下心来。仪式感让人专注。对，然后得出来的那个卦爻辞，它提供的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提示，或者说像个镜子，引导他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去反思。我现在处境到底怎么样？我有哪些想法不太对？问题的关键可能在哪儿？比如占到了干卦初九潜龙无用，解都说这不是老天爷不让你动，而是提醒你，你现在可能时机还没到，条件还不够，像龙藏在水里一样，得攒劲儿，别硬出头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比如占到艮卦的一些爻辞，像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挺，不见其人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解读说，这也不是让你完全停下来啥也别干，而是提醒你是不是光盯着局部，比如后背，忘了整个身体了？是不是老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转悠，没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和其他人呢？它让你反思自己的局限。所以重点是启发思考、自我审视，而不是给个绝对的没法改的答案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解读还顺便提了天干地支和五运六气。这个也提了。对，指出这些也不是迷信。天干地支是古人记时间，比如甲子年、乙丑年和方位什么的符号系统。五运六气呢，是古人观察气候变化，指导农业生产和养生保健的一套理论。就像咱们现在的日历、节气，还有根据季节调饮食起居差不多。可以这么类比。比如解读举例说，某一年，比如甲辰年，按五运六气算，可能木气比较旺，春天雨水可能多，湿气重，那就得注意防潮祛湿了。对，这反映的是古人观察自然，总结规律，然后想办法用来指导实践的一种智慧，不能简单的就给扣个迷信的帽子。了解了。那么学易经既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，这份解读对学习步骤还有要避免的坑有什么建议吗？有的，解读强调学习要原始要中，一步一步来，打好基础。他建议的顺序大概是这样：1. 先认识象，就是那些卦的符号。2. 再了解这些符号代表的事物或基本意思，比如乾是天，坤是地。3. 然后学文、卦辞、爻辞。4. 接着领悟里面的意义道理。5.
最后才可能接住点用，比如见见他的思维方式，或者了解战术、五运六气这些应用层面的东西，但不是必须的。不能跳级。对，不能一上来就研究什么河图罗书，那就像没学加减乘除就学微积分，肯定晕。也不能跳过基础直接学怎么算卦。除了按部搬就进，还有什么要小心的吗？解读特别提醒，要警惕那个素隐形怪。素隐形怪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些故作高深、哗众取宠、追求奇怪说法的。比如解读提到，有些人想用易经预测地震呢、UFO 啊，或者搞些神神叨叨的东西。解读认为这些都严重跑偏了。易经原本关注的是人事，是日常生活，其实很接地气，更多是讲怎么在家里、工作上、人际关系里应对变化、做选择。同时也要避免另外2种极端，是吧？对，一种是像魏晋时候的王弼那样，太强调道理、义理，主张得意象，觉得卦象符号不重要，领会道理就行，这叫扫象，容易把易经的根给丢了。另一种呢？另一种就像汉代母亲学者，过度解读卦象和灾祸的关系，把易经快变成灾异预警手册了，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了。解读认为，健康的学法应该是，既要重视象数基础，也要注重义理的阐发和教化意义，两边结合，踏踏实实的学。要平衡。那学习过程中啊，还可能遇到一个困惑，就是关于易经的解读流派特别多。是的，比如汉代的儒生重象数，宋代的儒生重义理，还有道家、儒家侧重点也不同。这么多说法，咱们该怎么判？会不会不知道听谁的？这份解读正好提醒咱们，恰恰要避免陷入门户之见，不要分帮结派。对，他指出，易经本身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智慧经典，不是哪个派别私有的。它的源头能追到上古圣贤，像伏羲、文王、周公，后来又经过不同思想流派的阐发和丰富。比如道家，从易经的阴阳思想发展出了太极图这些深刻的宇宙观。而儒家呢，特别是孔子，通过做十义，据说是孔子和他学生对易经的解释，大大强化了易经的哲学和伦理教化功能。是的，让它从一本可能主要用来算卦的书，提升成了一部蕴含深刻人生哲理的经典。所以啊，汉儒对象数那么细致的考证，宋儒对义理那么深刻的阐发，道家对顺应自然、阴阳变化的体悟，儒家对修身齐家、人伦规范的强调，这些不同的解读角度都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不是互相排斥的。对，不是互相排斥，而是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咱们对易经的理解。解读里打了个比方，就像理解太极图，道家可能侧重从宇宙自然规律讲，儒家可能侧重从人道修养、阴阳和谐讲，两种角度合起来看，理解才更全面嘛。所以心态要开放，要有那种圣人天下为公、有教无类的心态。没错，不能因为认同某个学派就否定别的。解读说，要是只认一家之言，排斥其他观点，那反而会自狭而狭圣人之教，自己把路走窄了，体会不到易经的博大精深。正是这个道理，要开放心态，吸收各家好的东西。谈到各家好的东西，就具体到选哪个版本的易经注释书了。市面上版本确实多，是不少。古代的有郑玄、王弼、程颐、朱熹等等，近现代的也有尚秉和这些名家，他们的解释有时候差别还挺大，初学者就容易犯难，到底该信谁的，哪个最正宗？关于选注本啊，这份解读给的建议我觉得特别实在。怎么说？他说别太纠结哪个版本最正宗，关键看哪个版本现在最能帮你理解。这个建议好，对吧？很务实。比如你要是刚开始学，对卦象符号还一头雾水呢，那可能选那些对象数解释细一点的版本更容易入门，像汉代的曾选注，或者近代的尚秉和的《周易上师学》。如果对哲理更感兴趣呢？那可能宋代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更合适，他侧重讲道理，
要是你想象数和义理都顾到，而且文字相对好懂点，那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就是个特别经典、大家常用的选择。它既解释卦爻象，也讲道理。甚至同一句话，不同注本解释不一样，也不一定是坏事啊。对，解读里举了乾卦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的例子。有的注本解释大人是在位的君主，从政治角度看；有的解释是德性高尚、能担大任的人，从个人修养和机遇角度看。解读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，都能帮咱们从不同侧面理解处在最佳时机和位置，能大有作为这个核心意思。没必要非争哪个解释是唯一对的，兼容并蓄反而理解得更丰富。而且呢，这份解读还特别提到，初学者没必要一开始就硬啃古文注本。是的，要是古文底子不够，直接读古代注书确实费劲。这种情况下，选一些现代学者用白话文写的通俗解读可能更好。比如解读里可能提到的南怀瑾先生的《易经杂说》，或者傅佩荣教授的解读《易经》，这些他们结合现代化和例子来讲，可能更适合做个入门的桥梁。关键是找到适合你现在水平，能真正帮你进门并且往前走的资源，而不是一开始就追求那个看着最权威，但可能让你直接放弃的版本。好了，咱们讨论了这么多学易经前的准备工作，从重视图像到明确目的，理解核心概念，掌握学习方法，再到怎么看不同流派和选注本，绕了一圈。这份解读最后把咱们带回到了学易经的根本目的上。它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解读最后做了个总结，学易经不是为了拿来装点绵绵，显得自己多高深，更不是主要为了算命卜卦、预测未来。它的根本目的是汲取里面的智慧，用来指导咱们更好的生活，用到生活里去。对，解读认为易经真正难的地方，不在那些看着复杂的文字、卦象、数字本身，而在于这么把领悟到的道理落到实处，真正用到日常生活中去。也就是说，学了乾卦的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不能光嘴上说说，得在工作学习里真去实践那种积极坚持的精神。正是如此，学了坤卦的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就要在待人接物里努力培养自己宽厚包容的心胸。学了坎卦启示的喜坎有福，就要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保持内心的诚信和定力，冷静想办法。所以前面说的所有准备工作，不把它当算命书，理解神鬼非迷信，明白吉凶是信号，要整体学习，心态开放等等。对，最终都是为了引导咱们别跑偏，不是偏到迷信玄乎那圈，也不是偏到固执堆里钻牛角尖，而是要把方向对准实用，对准生活。没错，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《易经》这本凝聚了古人深刻生活体验和智慧的老祖宗的笔记给用活了。用活了？对，用到处理人际关系、应对工作压力、调整个人心态、做人生选择这些方面。能做到这一点，才算真正学有所得，让这古老的智慧在咱们现在的生活里重新发光发热。这可能才是这份解读强调的学易经的真正意义。好了，关于学习易经前的准备工作呢，咱们借助这份易经正式的通俗解读，一起梳理了10个关键的点。从一开始就要重视图像的基础作用，到明确学习的核心目的在于明道立教、修身养性，再到理性理解神鬼、吉凶毁吝这些概念，并非迷信，而是规律和信号，掌握文艺术象整体结合的学习方法，正确看待占筮的辅助反思作用，以开放心态面对不同流派和注本。最终将一切学习都落脚到学以致用，用易经的智慧来关照和改善咱们的现实生活。希望这次的探讨能让大家对怎么开始学易经，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心态，心里能有个更清楚的谱，不再觉得它是一部完全摸不着的天书。确实，核心就像这份解读反复强调的，它是一门关于变化的智慧。对，变化。教咱们怎么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观察规律、顺应规律，调整自己，做出更合适的选择。
有了这些心态上的准备，你再去看《易经》的原文或者别的解读，也许就能感觉到它确实更像是一本充满洞察力的生活指南。那么，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可以马上试试的思考：既然《易经》这么强调观察和顺应规律，在你此刻的生活里，不管是工作里项目的节奏，还是人际交往的模式，甚至是自己情绪的起伏，你能不能留意到某种正在发生的、值得你再多观察一下、思考一下的小规律或者小变化呢？也许开始有意识地留意和思考这些身边的小变化，就是把《易经》的智慧融入日常，让它活起来的第一步。